小伙伴们看，哦 ，finisher， 怎么样？了不起！嘿，大家伙早喽！9月18号星期三清晨5点21，天都开始蒙蒙亮了，但是比较遗憾，我早上起来不到5点就出来了，然后也没看见月亮，阴天有点。昨天中秋呢，大家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今天是周3合练的日子，课表是4个400米平路，然后4个400米冲那个大坡，就是昨天视频里出现那个坡，然后2个400米平路，最后1公里收尾。这个去年总跑，今年跑的少，因为就那个坡啊，那个坡太陡了，上坡无非就是费点劲，下坡挺危险的。冬天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跑那个不太行，但是进入夏天以后，那个跑的也少。今年更多跑的是12个400米，所以今天是好久之后第一次去冲那个坡。我也是，我下坡的时候不敢跑，下坡只能减速。这天还特别黑，找了个灯底下跟大家聊。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首先是北京马拉松应该确定了是11月的第1个周日，因为国际田联的那个赛事日历更新了。所以我是没法直通的，但是我会报名，如果中了或者有名额我就回去一趟，如果这边的时间能错开的话，目前看问题不大。然后是波士顿马拉松的认证门槛又增加了5分钟，就又快了5分钟，好像是明年的。今天咱们还是聊聊全程马拉松。我看最近进入赛季了，有地儿凉快下来了吧，好多小伙伴完成了首马、首半马，还有最近偶遇的观众有几位都是要计划大幅提升成绩或者第一次跑全马的，有的对自己的估计比较乐观，有的对自己的估计比较悲观。所以就跟大家咱们聊聊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我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想法吧，好吗？不知道镜头里你们能不能看清我的脸，看这上面这儿是一个灯啊。行，我再热身2公里咱们再聊啊。小伙伴们看，又跑了2公里多3公里，今天一共热身了6公里，平均配速5分19，就随便轻松跑一跑，让身体也不能说热起来了，都出汗了，天一下就亮了，是不是？好多人都来了，上周末有好几场比赛，大家都去参加了，有小伙伴带了伴手礼来。行吧，那我们就一会儿看看大河源先生今天来不来，来的话采访一下他，咱们就准备开始训练，加油干，加油干！小伙伴们看，今天穿的是 10X 6.0 Pro， 它的第一场强度课，虽然是冲坡吧，但是大家可以看看我平路上400米和1公里的表现。我看见大河源先生了，哈哈，好成绩，好成绩，谢谢，我满意。赛道难吗？赛道很难，很难。这个上不上。哎呀，真棒真棒！看看衣服，把 finisher 挡住了。哈，小伙伴们看，哦 ，finisher 怎么样？了不起？不错不错，累吧？累，飞机累。哈哈。回来也是在香港转。对，到香港是晚上11点半左右，还有早上2点的飞机，到大阪早上6点半左右，所以比跑步这个坐飞机累。但是小伙伴们，昨天大河源先生回到大阪就来大阪城跑步了，可以吧？相当可以，厉害！谢谢。悉尼马拉松，ASICS 的。对的 ，ASICS 是 sponsor。OK， 明年我去跑悉尼马拉松。对，明年的这个年龄制的这个冠军赛在纽约，对 ，OK， 去吗？哈哈哈，够了，太远了是吧 ？OK。我们准备要开始了。好，よし、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はい、行きます。400。走。
快呀！第一个400米3分05平均配速。どっちかに寄ってね。戻るよ次。60秒でいってるいけるじゃん。休息60秒。何秒？あ、いていて、先頭いて。60秒でいってね。うちらは？朝先生どこも？20秒前で。20秒。20はい。60秒だそうです。60で、はい。じゃあ、あとはい、いていて、はい、行こう、どんどん行こう。はい。9回寄ってよ。寄ってよ。60秒、そろそろ。はい、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はい。2、1、走。还是3分05，哇，好快呀！今天3分05，啊，好快呀！もうすごいよ。給水してよちゃんと。一会儿要去那边，水带不过去。还有10秒。あと2本向こうに行くから1本行ってもう1本向こうね。はい、でローソンでストップ。はい、サポーチ入ってよ。はい。走。还有3分02。我看这位女士跑得多棒啊！她一步，她差不多2步顶我3步，就看着那个腿就出去了。60秒，好短。
啊，走。这也走慢了，3分09，好顶啊，好顶啊，小伙儿，要去上坡了，应该啊，洪大嫂，冲坡这我就尽力冲上去，然后安全下来。这个下坡的坡度我真的不敢使劲跑，特别不敢。今天大家看到节目会晚一些，我上午有个重要的事儿，回家就得走。ここから登ってちょうど頂上で折り返して戻ってくるところで400終わりですので、はい、それを4本やりますんで。能看远处那坡吗？ストライド上げて、はい、じゃあ順番に行こう。はい、次のチームどうぞ。上坡差距明显。3分34。おしゃれ。世界の登りや。おトレイルやってるんで。やばい。60レースもよろしいてよ。はい。あ、半分钟。はい。歩行者通ります。動かんように動かんように動かんように。はい、またろ。登りの馬力すげえ。30秒です。10秒前で。はい。 5秒前です。走。
气。哦，所以去年总来冲这个坡就好一些，我感觉老不跑，虽然有时候自己跑也过这个坡，没有冲过，看出差距了，小伙伴们。弱点就是上坡弱，就说明力量还是不行，所以步幅也上不去。厉害！我们看这位先生就特别的，就上坡虽然也减速，但是不明显。我是那种不是说有劲儿使不上，就感觉已经没劲儿使了。哎，10秒。走。哦，3分30，还有最后一个。真的不行了，就是我跑步的发力点比较靠前，因为也可能是力量的原因，其实我觉得都是结果，训练的结果，不够有劲儿，在上坡的时候就踩不出那一步。其实没到最陡那儿，前面就是爬升了。你们看我什么时候开始被落下一点了，就是开始爬升了，巨明显。Let's go！ 哎，10秒。3分28，哇，哎，
啊！小伙伴们，还有2组平路的400就结束了。哎呦，哎呀，来嘛！回到平路，往那边跑400米，再回来400米，然后再回去。行了，3分05啊，哎呀！2、1、3分07啊，最后一个1公里，快到野口さん，快到。从这个门，这门大完马拉松最后拐进来冲刺的门，一直跑到集合点1公里整。哎，来到！现在的心率还是163，来到，来到。往停一停，汗就顺着腿往下流。好了，准备。哎，4、2、1，来到。来到，
啊，领导，3分15，哎得，哎子，哎得意了，他。小伙伴们，我一步都跑不动了，好累呀！谢谢大黑人先生。看，哎呀，死菜。啊，一步都跑不动了。啊，今天应该是很累。哎呀，给大家看看数据。一共是跑了6.24公里，就看单圈的了。第一个400， 74秒，第二个73秒，第三个72秒，第四个75秒。然后上坡，第一个是85秒，第二个是82秒，84秒，83秒，然后又回到平路。平路的第一个400是74秒。然后是74秒，然后休息了2分钟，然后最后一个1公里是3分15，哦，还行啊，巨累，加油干，加油干！哎，好，谢谢。小伙伴们看，好多伴手礼啊！那大黑人先生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哎，照相结束，训练完了，咱们简单聊2句。我没跟大黑人先生一块跑，我抓紧回家要外出。哟，还有我这冰没化，可能会有咣啷咣啷的声，大家抱歉，我尽量。好多小伙伴说，预测自己的马拉松成绩要首马了，或者说见到我跟我说，我的半马跑到了1小时25，能不能破3？在这些事儿，我其实我一向是爱说吉祥话的，但是有时候我说的就比较的直接。我觉得1小时25可能很有难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半马跟全马是首先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回家了，拜拜。啊，好多小伙伴说跑过全马就知道，说你这肯定就废话啊。对，是啊，但是没跑过的小伙伴可以听一听，半马跟全马真的不一样。咱们不说那些空的，就说实际，说时间。我跟大家举几个我的例子。虽然我一直都是短距离比较快，就是短距离进步的比较快，但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也都是。我在半程马拉松跑到1小时41的时候，那是2015年底，我的全程马拉松只能跑到4小时16。那这是个什么数字关系呢？那就是1小时40，那就是3小时20，对吧？还要再加40分钟、50分钟。然后后来进步稍微的快了一些，因为刚才那个就像我之前说亚索800似的，我不在那正态分布那中间，所以我这没有太明显的意义。但是我想可能好多小伙伴对自己下手狠的，半马冲到1小时40多的，全马在4小时以外的应该也不少。然后咱们紧接着说，再往前，我的半马能跑进1小时35的时候，我的全马大概是3小时45，这差不多加半个多小时，就将近40分钟。到后来，我真的就是全马能跑下来了。所以全马能跑下来，就我之前老说，你那半马到最后你还在跑，还在能冲刺那种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是什么水平呢？我的半程马拉松是1小时19，全程马拉松是3小时02。大家看，这时候就基本正常了。我们就按1小时20算，那就是2个半马再加20分钟。我觉得大多数破3的选手
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就是半马在1小时22，全马在3小时，比较现实，差不多相差20分钟，15到20分钟。再往后，我一个相机已经没电了，我抓紧说。然后我的上一次半马 PB 就是1小时17分那次北马半马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全马最好成绩是2小时44，差不多就是你看1小时17，那就是2小时34，再加10分钟。然后现在我的半马 PB 是1小时16分24，那乘以2是多少呢？是2小时32分多，2小时33之前，我的全马 PB 是2小时41分58。就是我的理解，跑进3小时，差不多2个半马加10到15分钟。然后越慢加的就要越多，因为越慢你的半马和全马的差距就越大。您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来，但是我觉得我是个普通人，就很多普通的小伙伴应该都跟我差不多，我这么理解的。像您要是年龄比较大开始跑步，那可能不会这样，可能您的半马，您可能说没差这么多，没差这么多的原因是您的半马进步的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速度能力下降。在我这一点上，在30来岁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更明显。半马冲1小时30不难的，但是想全马进3小时，要有一些积累。行，那就说到这儿，咱们训练结束之后再聊。9月18号星期三清晨6点56，又冷身了4公里，4分58的平均配速回家，抓紧说马上要没电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半马、全马。进入赛季的小伙伴别太怎么说呢？擦一下镜头啊，镜头可能有点花，大家抱歉，我全身都是湿的，没法擦了。进入赛季的小伙伴们，如果是首马，怎么说呢？尽量的冷静。如果您的半马在1小时40以外，我建议2个半马增加20分钟为自己的目标，比较理智。当然，您如果耐力特别好，自己评估。如果是想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小伙伴，半马其实虽然我加了这么多，但是半马不说明问题。还是我那个观点，赛前30天可以考虑做一个30公里的测试，模拟比赛的这种，用这个30公里的配速作为目标配速，也就相对准确一些，好吗？今天的合练很成功，最后1公里跑了，我跟那位先生2个人一起并排，互相听到喘息声都不行了，到最后脚都软了。这冲坡这老路跑真的是挺顶的。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